各位乐龄养生频道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明杰。今天我们要聊一件关乎我们在美华人家庭根基的大事，请您暂时放下手头的事情，把心静下来，听我慢慢道来。我知道，在很多家庭看来，历经千辛万苦拿到美国绿卡，就像是万里长征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心里那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然而，王明杰必须要以负责的态度，给朋友们敲响一记警钟，尤其是在2026年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即将到来之际，整个移民环境的风向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彻底的转变。美国移民局和各口岸海关的数据系统正在进行升级和联网，执法的理念和力度也在持续收紧。过去10几年里，很多大家习以为常的习惯性操作，在当下和未来的环境里，已经变成了一颗颗足以动摇您整个移民根基的隐形地雷。我这样说，绝不是为了危言耸听。就在不久之前，我的一位朋友，一位已经持有美国绿卡长达7年的老先生，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准备入境时，就被海关官员非常有礼貌却又不容置疑地请进了2次检查的房间。虽然人被允许进入美国，但他的绿卡却被当场扣留，并被告知需要等待后续的移民法庭听证，来决定他是否还能保留这个永久居民的身份。而这一切麻烦的起因，仅仅是因为他触犯了我们今天要讲的7个致命陷阱中的一个。这7个陷阱对于我们60岁以上的长辈们而言，可以说是量身定做的。今天的这期内容，请您务必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看完，并且把它转发给您身边所有持有绿卡的亲友。我们首先就来深入探讨第一个，也是目前在华人圈子里流毒最深、误解最大的一个概念性陷阱，我把它称之为跑卡族的居住假象与自我安慰。很多长辈，甚至很多替父母规划的子女，内心都牢固地存在着这样一种错误的认知：美国绿卡吗？只要我没有在美国犯法，只要我每隔半年或者1年规规矩矩地回美国打卡报到一次，哪怕每次入境只是停留短短的1-2个星期，那么我就足以向官方证明我仍然想要这个身份，移民局和海关就拿我没有办法。这种认知甚至衍生出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所谓6个月黄金定律，意思是只要单次离境时间不超过6个月，海关就无权对你的居民身份提出质疑。今天我王明杰必须要清清楚楚地告诉大家，这种陈旧的观念在已经到来的2026年及未来的执法环境下，不仅仅是过时了，其本质上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自我催眠，甚至可以说是在拿自己最重要的身份进行一场必输的赌博。大家必须从根本上理解一个最底层的逻辑。我们手中这张卡的官方名称是 Permanent Resident Card， 它的核心关键词是2个 Permanent 和 Resident。 这张卡赋予您的不仅仅是一份入境许可，更是一份要求您将美国作为您永久性的主要的家的法律承诺。海关官员在面对您、审核您的时候，他们脑海中进行的核心判断只有一个：眼前这个人究竟是真的生活在美国，以美国为生活的中心和归宿，还是仅仅把美国当成了一个偶尔来度假的别墅，一个需要时才来住几天的养老院，或者是为了未来医疗方便而预留的一条纯粹功利性的后路。这个判断对于我们60岁以上的长辈群体来说，特别容易产生问题，因为我们长辈的根往往还深深地扎在故土，国内有住惯了的老房子，有交往了几十年的老邻居、老朋友，有每月按时发放的退休金，甚至很多长辈在国内还有更加年迈的父母，需要时常回去探望和照顾。如果您的生活轨迹呈现出明显的长期的候鸟特质，及绝大部分时间您的实际居住地都在海外，那么在海关官员的专业判断里，您就已经构成了放弃将美国作为永久居住地意图的客观事实。请大家注意我的用词，我说的是放弃居住意图，这本身是一个对您主观想法的推断，但官员们是通过一系列坚实的客观证据来进行逻辑推导的。当您在机场被拦下，带入房间接受问话时，如果您声称自己住在美国，
但却无法提供任何能够证明您确实在美国扎根生活的痕迹，那么您的处境就会变得非常被动和危险。我见过太多让人扼腕叹息的真实案例。长辈被海关官员询问您在美国住在哪里，回答是住在儿子女儿家里。再追问您平时在美国都做些什么，回答是帮忙照顾孙子孙女，买菜做饭。这听起来在人情上合情合理，但在严苛的移民法律语境下，这样的回答恰恰显得苍白无力。它只能证明您此次来美国是探亲和帮忙，是短暂性的家庭访问，而无法强有力地证明您是将此地作为自己永久安身立命的家。所以王明杰在这里必须大声疾呼，这地一个大坑，请大家千万不要再抱着任何侥幸心理去试探了。那种以为打卡式居住就能高枕无忧的想法，在当今强大的数据监管和严格的执法意志面前，无异于现代版的掩耳盗铃，其后果是我们任何人都难以承受的。紧接住，我们来剖析第二个陷阱。这个陷阱常常是那些自认为很懂规则，找到了捷径的朋友们最容易掉进去的。我称之为对回美证的致命误解与关联切断。有些朋友听完第一个陷阱的分析后，可能会说，王明杰，你讲的我都明白了，跑卡不行，那我完全按法律规定来，我去申请一个回美证总可以了吧？有了这个白皮书，我是不是就可以合法的在中国待上2年，不用担心绿卡问题了？您的这个想法方向是对的，但理解是片面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没错，回美证确实是美国移民法为绿卡持有者设立的一项重要便利措施，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那些因工作、学业或处理重要私人事务而需要长时间离开美国的永久居民，使他们在离境超过1年但不足2年的情况下，不会被自动认定为放弃了永久居民身份。但是，请大家务必听清楚王明杰接下来要强调的关键点。回美证绝不是一张免死金牌，更不是一个可以让您按下暂停键，然后将自己与美国社会的所有联系一刀两断的断联许可。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最大的思维误区。回美证可以完美地向海关解释为什么您在过去2年里仍不在美国，但是它完全无法解释另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为什么在您离开的这段漫长时间里，您彻底切断了与美国的所有实质性联系？移民官员或者未来可能面对的移民法官，在审理这类案件时，会提出一个核心的、直击灵魂的拷问：在您持回美证长期离境的这段时期，您是否仍然保持着随时可以回到美国重新开始生活的真实意愿和实际能力？如果您在美国连一个有效的、能收到官方信函的居住地址都没有，如果您将绝大部分资产都转移到了海外，在美国的金融账户处于休眠或极低余额状态，那么海关和移民局完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您当初申请回美证的根本目的，并非是为了暂时处理海外事务，而是把它当作了一个拖延战术和缓冲工具。您的真实意图是利用这2年时间逐步完成从美国的撤离。事实上，您内心已经放弃了将美国作为永久居所。这个判断对于我们60岁以上的长辈群体尤为敏感，因为个人的健康状况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佐证因素。试想，如果您在持有回美证期间，在中国进行了大型手术，经历了长期的住院治疗，并且深度地使用了中国的医疗保险和医疗资源，与此同时，您却任由美国的医疗保险中断，这在移民官员看来就是一份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您在最重要的健康保障层面，更加依赖和信任的是中国的医疗体系，而非美国。这与永久居民应表现出的以美国为生活中心的意愿是直接相悖的。因此，王明杰给出的核心建议是，即使您手握回美证这把尚方宝剑，您也必须有意识的、持续的维持您在美国的存在感与关联度。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3个陷阱的深水区，这是一个极易引发争议，也最容易让人追悔莫及的地带，那就是公共福利的诱惑与公共负担危机的触发。近几年，关于公共负担规则的政策历经多次调整和反复，
让很多家庭感到无所适从。但对于我们华人长辈而言，核心的风险其实一直存在，而且非常明确，那就是绝对不要去占用那些本不属于您的福利，不要因小失大。首先，您需要从本质上理解一个法律承诺。绝大多数长辈在通过家庭团聚途径获得绿卡时，其担保人都向美国政府签署了一份具有强制法律效力的文件 I-864 经济担保书。这份文件是一份正式的合同，您的担保人在其中庄重承诺，在您成为美国公民之前，或者在您工作满40个季度之前，他们将为您提供经济支持，确保您不会成为美国政府的公共负担，不会去领取某些特定的政府救济。更为严重的是福利欺诈问题。很多长辈在国内有稳定的，甚至数额可观的退休金，可能有房产出租的收入，但在申请美国福利时，由于中美两国的金融和税务系统并未完全实时联网，便心存侥幸，在申请表上填写无任何收入。在过去信息流通不畅的年代，这种做法或许有蒙混过关的可能，但在2026年这个全球金融信息透明度日益提高，国际税务合作日益紧密的时代，这样做无疑是给自己和家庭埋下了一颗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当然，王明杰也理解，有些福利是绿卡持有者依法有权享受的，例如紧急医疗救助，某些完全由州政府财政负担的医疗或补贴项目，但是这里面的法律界限非常专业，非常模糊。对于不懂英文、不熟悉美国复杂法律条文和福利体系细分的长辈来说，仅凭个人几乎不可能准确分辨。因此，我给出的最稳健的建议是，除非家庭确实遭遇了重大的山穷水尽式的经济困难，否则请千万不要为了节省一些日常开销或医疗费用，去轻易触碰那些针对低收入人群的现金福利或长期护理福利的红线。现在我们来谈第4个陷阱。这个陷阱极其隐蔽，犹如深海下的暗礁，大多数长辈可能完全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但一旦触发，其破坏力是毁灭性的。这就是税务居民身份的错误申报与全球收入隐瞒。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大家必须在心中刻下一个铁律，从您在法律上正式成为美国永久居民的那一刻起，无论您当下人生在美国还是中国，无论您的收入是来自美国境内还是境外，您在美国税法上的身份就已经是税务居民了。这意味着您有法定的义务向美国国税局申报您的全球范围内的所有收入。很多长辈在国内辛苦一辈子，积攒了一些储蓄，可能有房产买卖的收益，有各种理财产品的分红，他们往往非常担心，如果我如实向美国政府申报了我在中国的所有收入，是不是就要被收取高额的税款，导致双重止税？出于这种恐惧，或者听信了身边一些并不专业的朋友的建议，他们在找人报税时，可能会故意在税表上勾选非居民的选项，或者前粹在申报表中完全隐瞒自己在海外的银行账户和资产信息，假装这些收入不存在。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逻辑上根本无法自圆其说的漏洞，而这个漏洞恰恰是移民局用以挑战您居民身份的王牌把柄之一。因为在税法上，只有非居民外国人才不需要就全球收入向美国报税。当您在美国国税局的官方文件上白纸黑字地声明自己是非居民，以此来试图规避全球收入的申报义务时，在移民法的解读框架下，这一行为会被直接视为您自己主动在书面文件上放弃了作为美国居民的法律身份。更为严峻的现实是，美国早已实施了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根据该法案，全球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都有义务向美国国税局报告美国税务居民在该机构持有的大额金融账户信息。如果您在中国的银行账户余额达到一定门槛，相关信息极有可能已经被交换至美国。一旦美国国税局的数据与移民局的数据进行碰撞比对，发现您一方面持有绿卡，另一方面却在税务上伪装非居民，以逃避申报义务，
并且隐瞒了相当数额的海外资产，那么问题的性质就瞬间升级了。这不再仅仅是简单的漏报税问题，而是可能构成税务欺诈乃至签证移民文件欺诈，这属于重罪范畴。因此，王明杰要对所有长辈们发出最恳切的忠告：如果您决意要保住美国的绿卡，那么在税务问题上，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诚实申报。实际上，美国税法设有避免双重止税的条款，您在中国已经为您的收入缴纳的税款，通常可以用来抵扣您对美国政府的应缴税额。我们继续来看第5个陷阱，这是一个常常让长辈们感到无比冤屈和困惑的领域，我称之为文化差异下的行为规范与轻微犯罪的认知鸿沟。这个陷阱之所以冤，是因为很多长辈在触犯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违反了法律。在我们华人的文化环境和日常生活习惯中，这些行为可能只是不拘小节或情有可原，但在美国严苛的法律体系下，他们却被明确界定为犯罪。另一个高风险区是家庭内部的纠纷。我们华人传统讲究家丑不可外扬，夫妻吵架、管教孩子都被视为关起门来的私事。但在美国，您的邻居就是潜在的义务监督员。如果夫妻吵架时声音过大，或者在管教孙辈时情急之下采用了打手心、打屁股等体罚方式，被邻居听到孩子的哭声或争吵声，他们很可能会出于责任心而报警。美国执法机关对家庭暴力的处理是极其严肃和严格的，其定义也非常宽泛。哪怕只是夫妻间的轻微推搡、争执中摔打物品，或者仅仅是口头上的威胁性言语，只要出警并做了记录，就会构成家暴案底。而在移民法上，家庭暴力被视为绝对的重罪，一旦定罪，几乎100%会导致绿卡被撤销，并伴随驱逐出境的后果，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这与行为的严重程度无关，与文化理解无关，只与法律条文和执法记录有关。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点是酒后驾车。很多长辈可能有喝点小酒的习惯，觉得喝1-2杯啤酒开车很清醒，没问题，或者在国内有这样的驾驶惯性。在美国，单次的酒驾若未造成严重事故，通常不被归类为道德败坏罪。但是，如果累积了多次酒驾记录，或者酒驾行为导致了人员受伤，那么移民局完全可以以对公共安全构成持续性威胁或习惯性酗酒为由，对您启动遣返程序。接下来是第6个陷阱，这是一个纯粹的行政手续死角，看起来微不足道，却常常是许多移民悲剧的源头，叫做地址更新疏忽导致的缺席判决与权利丧失。这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不就是搬家后告诉政府一声吗？但恰恰是这种想当然的心态，酿成了无数苦果。美国移民法明确规定，所有非美国公民在搬家变更住址后的10天内，必须通过提交 AR11 表格，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更新您的新居住地址。这是一项法定的义务。很多长辈随子女迁移，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或者在同一个城市内换了公寓，根本不知道有这条规定，或者觉得这有什么要紧的，又不影响我生活。在风平浪静的日常里，您确实感觉不到它的重要性。然而，一旦移民局有任何需要与您进行正式沟通的事项，比如您的绿卡到期需要换新，您的案件需要补充材料，或者移民法庭因某些原因向您发出了出庭通知，他们只会将这些至关重要的法律文件寄送到他们系统中记录的您最后的那个地址。如果您因为搬家未更新地址而没有收到这些信件，错过了移民局规定的回复截止日期，或者更糟糕的，错过了移民法庭的开庭日期，那么后果是灾难性的。法官会因为您的缺席，而在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直接做出对您最不利的判决，包括但不限于拒绝您的申请，或者直接下达驱逐令。您可能对这一切毫无察觉，直到某一天您离开美国后再想返回，或者在申请其他福利时进行背景核查，才震惊地发现自己已经背负着一纸驱逐令。
法律上已经不是合法的永久居民了。那时再想通过法律途径申诉、翻案，难度将呈几何级数增长。所以，王明杰恳请各位长辈，并提醒所有子女，无论是跨州搬家，还是同城换了各街区，在安顿下来后的第一时间，第一件必须处理的行政事务，就是由子女协助或找人帮助，在移民局官网上完成 AR11 表格的地址更新。这不是在处理一件琐事，这是在切实地保护您自己最重要的合法权利——知情权与申辩权。这是您为自己身份安全所设下的第一道，也是最基本的防线。最后，我们来到第7个陷阱，这是绝对的、毫无争议的核弹级禁区，一旦踩中，几乎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那就是对公民权利的致命误用，非公民违规登记与投票。这是美国政治和法律体系中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是移民法里的死线。在美国，选举投票权是专属于美国公民的神圣政治权利。然而，在日常生活的一些行政手续环节，却潜伏着巨大的风险。请您千万要铭记王明杰的这句话：以非公民身份进行选民登记或实际参与投票，在法律上被定性为虚假声称自己是美国公民。这是一项极其严重的、不可被豁免的罪行。无论您是有心还是无意，无论您是被误导还是出于好奇，只要您在非公民的身份下完成了选民登记或投下了选票，这就留下了永久的、无法抹去的犯罪记录。移民局对此类案件的态度是零容忍，因为它被视为对美国国家主权和公民权体系的直接挑战与亵渎。一旦这个记录被坐实，您不仅此生再也与成为美国公民无缘，您现有的绿卡也会面临被立即剥夺的命运，您本人会被驱逐出境，并且极有可能被永久性的禁止再次踏入美国国土。没有任何一位律师能够为这样的错误进行有效的辩护或洗白，因为证据确凿，性质恶劣，所以长辈们必须将这一条刻在脑海最深处。在任何场合，面对任何询问，只要涉及您是否为美国公民，您是否要登记投票这类问题，只要您尚未入籍，就必须斩钉截铁、毫不含糊地回答不。对于任何试图让您参与投票的活动或人员，都要保持最高警觉，明确拒绝，敬而远之。说了这么多，分析了这7个足以撼动绿卡根基的致命陷阱，从打卡居住的危险幻觉，到回美证的深度误解，从公共福利的诱惑陷阱，到税务身份的诚信危机。王明杰想说，我详细剖析这些陷阱，绝非是为了制造无谓的焦虑和恐慌，恰恰相反，我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大家，特别是在2026年这个新的移民执法时代背景下，清晰地看清游戏规则的变化，学会如何聪明地保护自己。对于我们60岁以上的长辈而言，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故土，来到一个语言、文化、法律体系完全陌生的国度，开始新的生活，这本身就是一件需要巨大勇气和适应能力的事情。王明杰真诚地希望每一位子女都能够抽出时间，用父母能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将这些要点耐心地解释给他们听。每一位长辈都能将这些基本的规则记在心里，融入日常生活的习惯中。如果今天的内容能为您和您的家庭带来哪怕一点点的启发，帮助您避开未来道路上一个潜在的陷阱，那么我所付出的时间和心血就获得了最大的回报。请您将这篇文章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让我们在海外的华人社区能够互相提醒，共同守护我们来之不易的生活与身份。如果您在绿卡居住或晚年规划方面还有其他具体的疑问，也欢迎告诉我们。记得订阅乐龄养生，我是王明杰，我们下期再会。